瓜子泡茶听 iPhone， 各位好，我是 Spike。今天我们来继续聊隐私。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专注模式和媒体，两个东西呢比较简单，我就把它放在一起了啊。但是说简单也是有前提的，除非你是大牛都懂了啊，否则的话呢，这个简单的前提是您听过我们之前的瓜子泡茶听 iPhone 的隐私系列。那之前的几期节目呢，已经很好的帮助大家把什么是隐私 ，iPhone 的隐私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它的一些核心的内容，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给大家都讲解过了。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你也可以往前翻一翻我的瓜子泡茶听 iPhone 的这个播放列表。现在我们已经进行到了第6季的内容。那今天的专注模式跟媒体也被放在了隐私的设置当中。既然放在设置当中，就是我们可以掌控的。这个掌控就是说，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随时的去改变第三方 App 对你的专注模式的访问权限和对你的媒体的访问权限。那我们说的这个媒体呢，其实不包括照片，因为照片是单独被拎出来的。我们这里说的媒体其实主要包含的是你的视频包括这个图书等等等等。而如果您是中国大陆地区的用户呢，其实这个东西就没什么太多可以体现出它价值的地方，因为它主要保护的是 Apple 自己的媒体内容，也就是我们之前在第3季聊 iPhone 的内置 App 的时候聊过的其中一款 App， 在中国大陆地区目前来讲完全没用的一个 App， 它的名字叫做 iTunes Store。 那这个上面呢，它其实是一个商店，首先 Store 嘛，这是一个商店，卖什么的呢？卖电影、卖电视剧、卖图书，包括 iBook Store 卖有声书，卖这些媒体的内容。我们把这个在 iPhone 当中统称为媒体，而对你的这些媒体内容的保护，其实也是保护的这个。那其实在中国大陆唯一一个我们可以谈到媒体保护的就是 Apple Music， 因为 Apple Music 是在中国大陆地区开放的。那包括专注模式，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专注模式，可以看我们上一季的讲 iOS 那一季的内容，其中有大量的篇幅，我记得做过2-3期节目吧，专门去聊这个专注模式。那专注模式的隐私保护是什么？就是有一些第三方 App， 包括第一方 App， 它是可以访问你目前手机所处的专注模式是什么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内置的信息 App， 在你使用 iMessage 信息跟对方进行这个文字实时聊天的时候，如果你允许信息 App 去访问你的专注模式内容这个状态，那么假如说你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睡眠的这个专注模式，那么在你的朋友再想给你发信息的时候，他在你们2个人的对话框的下方就会看到一行灰色的小字，去提示他你已经打开了睡眠专注模式，或者是开车专注模式，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专注模式，因为你已经允许了信息去访问你手机的专注模式状态，起到一个通知的作用啊。那像信息这样的第一方的 App， 对于隐私可以相对来说放心很多的前提下，我个人是完全开放访问的。所以如果是我的好朋友或者是家人通过 iMessage 跟我聊天，他在打字之前就可以看到我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可能我的家人我的这么说吧，我父母在国内想给我发一些信息，因为有时差的关系，他们可能会担心我现在正在睡觉。那这个时候他打开跟我聊天的对话框之后，如果我真的在睡觉，他就会在我的对话框下方看到我已经处于睡眠专注模式。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他就可以放心的给我发信息了，因为他知道我的手机已经处于睡眠专注模式，即便信息发过来也是静音的，也不会影响到我休息，不但不会响铃，更不会震动，甚至连屏幕都不会亮。
那当然，我父母知不知道这个功能是吧？有没有那么细心的去留意屏幕上的提示，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啊。甚至如果说我们聊这个话题的话，真实的生活当中，我的父母甚至都根本不会打开那个信息 app， 因为他天然会觉得，他们那里的白天，我这就是黑夜，我就是在睡觉，所以他根本连打开这个 app 的想法都不会有，就更别提要看到这个行字了。尽管我反复跟他说过，没关系，任何时候给我发消息，又不是打电话，消息就是默认非及时的回复嘛。那你可能到了这个你们那儿的晚上，我这儿的白天，你就忘了该发什么了。但是不管说多少次，还是没用啊。所以这个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个话题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聊啊，有点跑题了啊，拉回来。所以这个就是专注模式的访问。那如果说第三方的这种社交媒体的 app， 它支持这种功能的话，其实它也可以向 iOS 去请求说，我要访问你的手机的这个专注模式状态，它也可以在它的这个聊天对话框里面去显示。大家如果早年是玩过像国内像玩过 QQ 这种，你是不是还会有印象？就是你登录的时候，它有几种不同的状态，你可以选择在线、隐身或者离线，或者是什么什么，对吧？其实就是类似于这种，只不过呢，它是自动显示的。那你也可以，你只要允许第三方 app 去访问。但是目前来讲，我好像还不知道，除了信息 app 以外，还有哪个第三方的 app 也是能够想到这一点，我可以访问一下这个主人手机的专注模式的哈。如果大家知道有这种 app， 可以评论区发一下，我也下载下来去感受一下。那对于媒体来讲，其实也有一样的效果，我们可以把它平移过来。我们还是拿早年你上网的那个 QQ 来说，如果是跟我年龄相仿的人，应该会知道，像什么当年的 QQ 啊、MSN 啊，包括后来 Skype 啊这些电脑盛行时代的网络聊天软件，其实它发展到后期都会有一个功能，是它能够显示你电脑正在放的音乐。那这个权限其实也是需要向操作系统去索取的，只不过在那个年代，数字世界的隐私还没有被提及起来，所以操作系统呢也没有想到要去设置这样的一个门槛，交由这个用户去选择。但是现在在大家的 iPhone、iPad 包括 Mac 上面都是有这样的功能了，你是不是希望这个第三方软件知道你听的是什么音乐或者看的是什么电影？那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专注模式和媒体的访问。当然对于媒体访问比专注模式更多一点，因为专注模式它毕竟只是获取一个你现在手机的状态，但是对于媒体的访问权限可能就不仅仅是说我要知道你现在听的那首歌的名字了，它更多的呢可能是真的能够去访问到你这个音乐文件或者是你这个图书文件，也有这一层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大家其实如果牵扯到一些第三方软件，访问了这些内容，你只要打开设置去看一下，基本上你心里就有数了。那接下来我也带领大家一起看一下我这台手机里面的专注模式和媒体的这个隐私的设置哈。那首先我已经完全就进来了，现在我已经在隐私与安全性里面。如果你找到专注模式打开去的话呢，应该我猜的不错的话，大概率上大家跟我应该是一样的，就下面显示只有一个 app。那如果我点进去之后呢，果然像我举的案例一样，就是一个信息 app， 然后我是把它打开的，它上面写的也非常的清晰了啊，共享给信息，请求查看并共享你专注模式状态的 app 会显示在此处。所以啊，我也就是让大家有一个这个请求吧，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你的主力机型的这个位置，它除了信息以外，下面还有别的第三方的 app， 你可以在评论区回复告诉我啊，我也蛮感兴趣，想了解一下哪一款这个 app 能够跟 iPhone 的 iOS 平台合作的这么紧密，他连这个都能够想得到啊！这个就是开发者想到了，这就可以用，但开发者根本就没想到这个功能的话，
那它用的就比较少了。那大家如果听过我之前的瓜子泡茶系列讲专注模式的节目，你不难发现，其实蛮多的 iPhone 用户还真的是根本没有把专注模式应用起来的啊，这个还是大多数。所以我相信如果这个软件的开发者他自己都没有把 iPhone 的专注模式用得非常的这个顺手的话，他也很难说我开发自己软件的时候去加一个关于这方面的访问，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生态啊。那除了专注模式以外，我们也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媒体与 Apple Music。其实它写的已经很明确了，把 Apple Music 已经写到里面了。那我的手机是没有装什么第三方软件的，所以它只有一个第一方的照片被打开了访问权限，下面写的是请求访问 Apple Music， 你的音乐和视频活动以及媒体资料库的 App将显示于此。所以它其实写的非常明确了，它不但说可以访问 Apple Music 和你的音乐资料库的活动。活动是什么？就是说你现在正在听什么歌，你现在正在看什么电影，它只是分享一个标题而已。但是后面还写了个以及媒体资料库。也就是说，你把这个开关打开之后，它不但能够访问状态，还是能够访问你完整的媒体资料库的。这个你心里要有数的。那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吧，就是可能你通过 Apple Music 下载了一首音乐到你的手机本地，如果你允许一个第三方 App 访问了你的媒体库，那么这个第三方 App 它能够把你下载的这个音乐直接给拉走。这个例子不恰当啊，应该不太会有 App 真的会这么做，但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嘛，就是这个意思啊。或者是你如果把你如果直接在手机上进行视频剪辑，然后你想在你剪的这个风光片下面去放一首你 Apple Music 里面下载的音乐，那其实也是在这里要对它进行授权，它才能够把这个音乐拉回来。但是注意，我这儿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Apple Music 里面的音乐是不能放在你剪辑软件下面作为一个音轨铺着的，因为这个是版权的问题啊。Apple Music 是一个订阅制的媒体服务，它对于订阅用户来讲，你只有收听的权限，并没有把它真正下载下来据为己有，想干嘛干嘛的权限。那如果你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或者你用的不是中国大陆地区的 Apple ID， 那么有极大的可能你是可以打开 iTunes Store 的。那在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直接花1.29美金去购买一首歌的。那如果是购买的，它不是 Apple Music， 你是花钱把这首歌的权限给买断了，那这种音乐你是可以插在你剪辑软件的音轨上面的。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再聊一个小插曲啊。好，那今天的专注模式跟媒体的隐私部分先跟大家聊这么多，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